对于 Sue 来说，每天早晚遛狗是必做的一件事。狗狗对于远离家乡、远离父母、独自在海外留学的留学生来说，不仅仅是宠物，更是像家人一样的存在。中国人养狗有着很长的历史，从春秋时期就有着记载。狗从看家护院变成中国人的好伙伴。相较于国内，海外留学生的养狗人群更有着年轻化的趋势。在面临着巨大学业压力的情况下，养宠物可以帮助排解压力和负面情绪。Sue 说，每天回到家看到狗狗兴高采烈地迎接自己，感觉一天的劳累都消散了。国内养狗的人，尤其是老一辈中国人，普遍认为自己的狗狗很乖，不会乱跑，所以遛狗的时候很少会用牵引绳的概念。然而，遛狗时使用牵引绳不仅仅是对狗狗的负责，更是对路上行人负责的一种体现。一日之计在于晨，对于老一辈的中国人来说，早餐至关重要。吃个早饭再走啊！妈，我不吃了。怎么每次都不吃呢？哎呀，不饿。这个你跟我爸吃吧啊，我就先走。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有着不一样的看法，完全不吃或只是应付一二。主要原因在于，由于频繁的熬夜导致生活作息的不规律，在晨光紧迫的时间中，早餐自然而然地被忽略了。西风的妈妈经常用老一辈的养生金句来劝诫他吃早餐的重要性，比如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然而在西风看来，他宁愿多睡10分钟，也不愿意将时间白白地浪费在早餐上。上课是留学生活的主旋律，每周2到3个小时的 lecture 看似短暂，但也是需要集中精力、全力以赴的。P-value approach to conducting any hypothesis testing are Step 1. Specify H0 and H86. Step 2. Using the sample data and assuming 然而，年轻的留学生们上课状态大致分成2种，一种是上课刚开始的时候溜到最后一排，然后开始玩手机、聊天，偶尔也会记记笔记。毕竟考试的内容并不是全都在书本里面的。但是这种留学生基本与老师是没有任何互动的。Note how this question is equivalent to the question answered in criminal trials. If the defendant is innocent, what is the chance that we'd observe such extreme criminal? Set the significance level alpha to be small, 0.01, 0.05, or 0.1. Compare the p-value to alpha. If the p-value is less than or equal to alpha, 他叫什么？费启明。那我回去下个抖音关注。我已经看了20分钟，就一直在看他。还有别的吗？别的我还要再找一找。我觉得长得有点像易烊千玺。哎，有一点。你看他发型那些，还有下巴，哇，真的好帅啊！当然，考前的临时抱佛脚也是必不可少。赶 due 前才开始跑图书馆，
几乎变成了这种留学生留学生活中的一部分。Let's take a look at the following output. This output tells us that the average thickness of 贝塔 the fibers are 10, and the standard deviation 哎，你知道这个另外一种是认真上课型，上课时努力记笔记，尽可能的与老师互动，下课后围着老师问问题，即使回到家中，也要把当天的内容再复习一遍，有时也会预习一下明天的上课内容。大家都或多或少的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这样，那个我跟经理是正好说个问题，你们去吃你们的，回头咱们在那个New College见过。那也成。去讨论一下那个394咱们。你们有多少时间？下午，咱们。对啊，我们帮你们一起买的。那也行，你们看你们吃啥，随便帮我买点啥行。我们问个问题就去找你。也行。给你整个宫保鸡丁吃。走了，咱问老师。先走了，拜拜，一会儿见啊。等我。我帮你拿，你帮我放。行，走。直到今天，自己煮饭的留学生依然是占少数的。繁忙的课业让他们没有充足的时间为自己准备一份可口的正餐，因此外卖在这个时候就显得尤为重要。点份外卖对于时间宝贵的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坏的选择，既节省了不必要的排队时间，又满足了自己的胃口。当然，多伦多的外卖种类繁多，不仅仅是中餐、韩、日、泰等各国美食亦都是应有尽有，这让留学生们体验到了即使不煮饭也可以拥有味道不错的午餐与晚餐。你们想不想吃什么？哎，你想吃这个热干面这些吗？哎，我没试过这家，可以试试。你可以试试，你试过吗他家挺好吃的我没有。他家那个米线的热干面挺好吃的。哇，米线还有热干面。对，他家酸豆角那个米线特别好吃。什么的什么，就比如活泼的宝什么，就是类似于这样，就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尽量更有趣一些，就比方说对遛狗的时候也要有趣轻松一点。而且我觉得，吃饭的时候也有趣我们拍摄的那种镜头就不要就是定在一个地方，如果一要动直都是要动要动一个画面，如果静止大概3分钟，可能大家就看得很。对，是要动。那你说我们要不要跟这个人互动？不要，就是我们完全不知道摄像头在哪。其实有的时候跟摄像头互动是挺好玩的一件事。因为我想的是，就是你可以跟摄像头说话，比如说。就把他当个人跟他说话，但不要说是故意说是那样，因为毕竟还是纪录片，对吧？不要介绍说啊，我今天要干，不是我干什么，就自然而然说什么我平时会遛狗，因为一个人可能比较孤单，我也养猫狗，类似。你说养狗这事儿属于完事儿咱们走了，就回家了。行，今天就这样。然后我去找 Fred，他之前那个419没上，我去跟他说都讲啥了，行吧？你们有啥安排不？我等会儿和 Cindy 上街，去 Sephora 看看。那我一会儿就回家了。行，回头有事咱们微信再联系。好，微信说。朋友们经常叫 Sherry 剁手党，因为她热衷于购物。现在网上购物越来越发达便利 ，Sherry 足不出户便可在加拿大买到来自中国、韩国的各种商品。但是对于老一辈的中国人来说，网购鱼龙混杂，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的担忧，使他们不敢贸然尝试。或者中国的淘宝，因为韩国网站上的款式啊、样式啊都比较多，然后而且就比较符合亚洲人的审美，然后并且上面寄到加拿大来也运费不算特别贵，然后相比于价格加拿大来讲的话会比较便宜一点。还有就是很多加拿大的 size 啊，然后 local 的那些 size 就不太适合我，然后也有时候找不到小码的衣服。
在中国娱乐业急速发展的时代，追星也成为了一个年轻人中颇为普遍的兴趣爱好。老一辈中国人更加喜欢传统的歌唱艺术家，而现在光鲜亮丽的唱跳偶像们则更能抓住年轻人的心。哇，我最喜欢蔡徐坤，他真的好帅。真的，我也喜欢他，真的挺帅的。但是那个谁，林彦俊也蛮帅的，你等一下可以看。我觉得 Justin 也很帅。哇，真的好帅啊！哦，这现场我都看了好多遍了。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中国人交朋友讲究以诚待人，好朋友讲缘分，可遇不可求。遇到对脾气的相遇恨晚，不对脾气的相处再久也无法成为知心好友。老一辈的中国人即使常常想要努力走出自己的圈子，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他们也很难与海外的本地人成为好友。这也许是由于成长环境、社会文化和语言障碍等种种原因造成的隔阂，亦或是因为外国人的习惯更加喜欢直来直往，而中国人则讲究谦逊委婉。So do you think like we are friends now because we have taken some same class before, like the history under the US 380. So why do you think like we take this assignment to let us to become a friend? Yeah, I'm not sure because we've been in lots of classes together, but I don't think we've ever once spoken, right? Yeah. And I honestly don't have the answers either to why it took to this assignment for us to become friends, right? But I think the first thing is the language barrier, right? Yeah. Where you're not that comfortable with English. Yeah. And that's fair to say, right? Yeah, I already speak. 但现在，留学生一代既继承了老一辈人对朋友的热情，喜好广交好友，也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言语直白，表达情感更加直接。同时，与本地人一同上课学习，在宿舍一起生活，也使他们更加能够融入到加拿大本地的生活和社会中去。刚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 Lydia 对做饭一窍不通，一日三餐也仅靠外卖和下馆子解决。但是后来 Lydia 发现，虽然外卖省了不少事，其实非但不健康，选择性也十分少。于是她为了改善自己的伙食，也为了保证健康，研究上了菜谱。渐渐习惯了每周都去超市采购的 Lydia， 现在回到家，须臾便可准备好食材，然后做一点自己爱吃的快手菜。有的时候，简单的一份青椒炒肉，用不了半集电视剧的功夫便可完成，生活质量却也提高了不少。年轻一代们在下厨方面与老一辈中国人的思想较为接近，遇事喜欢捣鼓研究，自己动手，哪怕过程艰难，收获喜悦的一刻，却也是任何事都无法比拟的。子曰：民以食为天。虽然远在海外，中国的留学生和移民们最常选择的社交方式仍然是与朋友们聚餐，在饭桌上吹吹牛皮，侃侃大山，朋友间的感情在不知不觉间更亲密了。相反的，在传统文化中，吃饭代表着团圆与相聚，因此中国人们很少会选择一个人在外用餐。相较于西餐饭店，
中餐馆也永远是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的。这种餐桌文化在这一代中国人的身上不仅仅是传承，也会继续发扬光大。牛肉粉是啊，而且我感觉那里面才是真好吃。那里面说不定搁了什么，你知道之前说上瘾了嘛？因为那里搁了什么罂粟壳或者怎么样，然后吃了就总想吃，不能天天吃。在没有学习任务的夜晚，宝威热衷于参加一种桌上游戏——狼人杀。这种需要10多人参与的游戏，往往会选择某个朋友的家作为聚会地点。这是中国年轻一代新的生活和交友方式。年轻人们围坐在一圈，畅谈与游戏同时进行，既拉近了友谊，又多了几分刺激。世上尽可如此一人。与以往老一辈们的麻将、棋牌等娱乐方式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是其娱乐的精神本质上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没有错，我就。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串门是促进邻里交往、社会关系的重要环节。前去串门者从来都不会空手而行。同时，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人们都是热情好客的，喜欢邀请好友来家中做客，洋溢着热情。大家盘腿坐在炕头上聊天，瓜子花生全部备齐。新一代的留学生们也继承了这一特点。倘若有朋自远方或家乡来，多数安排在自家住下。平时有时间也会邀请些近亲友邻来家中一同烧烤或是火锅。届时，男生们一起喝喝啤酒，看看球赛；女生们则会一起观赏电影，聊聊八卦。留学生是21世纪数量日益膨胀的人群，他们个个为了自己的未来，担负着家人的期盼，踏上了陌生的大路。留学生们大多与家人远隔重洋，在他们身上既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同时也烙上了一些西方文明的印记。无论是Sue的养狗观念、西风的交流方式，亦或是宝威与朋友们的桌游活动，都是新一代年轻人排解孤独的方式。与此相对的，对仪式流程观念的简化，使得他们相较于老一代的传统中国人，做事更具有效率和执行力。在未来的发展中，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将出现在海外，经过逐渐的融入与发展，留学生们的生活也会更加丰富多彩。